从目前得到的讯息，都认为美国这场战争啊，战场上没打赢，谈判桌上也没打赢，两者皆输。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伊朗已经出现，美国只得到2个承诺：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第二个呢，川普说伊朗承诺说不发展核武，伊朗从来没有说要发展核武。从这场战争打到从头到尾，人家伊朗都说我没有发展核武。美国说关键你把浓缩铀弄出来，现在浓缩铀没有了，所以美国就得了这2个药。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川普说他要停火，急着签 MOU， 但是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个现实哦，伊朗的飞弹库存现在回到了战前的75%之外，还疑似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军武库的补血。这一场战争，美国真的打得动吗？还是已经被迫承认打不赢伊朗了？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伊朗一边他宣称他已经突破封锁了，包括看到了5艘的船是直接突破了荷姆兹海峡，一边他又把他的核地下设施的通道给炸掉，并且在这边埋下了地雷，以防美军在这边夺右。这是在谈和平吗？还是直接在宣布敢进来，谁就会对他来做开战呢？第三件事情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 MOU 上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是美方的说法，他说伊朗说他未来不会永和，而且海峡会免费的通行，战后还会呢重建。美方这边有一个数字说会给他3000亿美元，但是呢这些消息都遭到否认，至今美伊仍然是谈不拢，会不会因此引爆下一场更大轮的战争呢？并且双方是不是又在为下一场战争来做准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的战事打到现在已经将近是4个月的时间了，终于啊，马上的在几天后19号就会来签这个 MOU， 这是来自于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他说这个会在19号这一天来正式签署，这个叫谅解备忘录。他当中特别提到了呢，当初他喊的就是说要摧毁伊朗，他要打垮革命卫队，终结核威胁。但是我们来做一个统整，到现在4个月了，我们看到政权没有被打倒就算了，革命卫队现在呢变得更加的更有气势，并且我们看到浓缩铀也没有拿到，并且呢，伊朗持续的恢复它在军工的生产哦。更打脸的是，现在呢，伊朗又祭出了新的3招。首先，伊朗的官媒立刻宣布，3艘油轮、2艘货轮成功突破了美军的封锁，成功的通行过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自于西方媒体的说法，伊朗的库存已经恢复到了，这个是飞弹的库存，战前的75%。甚至可能已经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最新生产武器的补充哦。最后是美国最在意的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CNN 报道最新消息，伊朗近期是直接炸毁了浓缩铀附近的地下通道，并且在这周边布设了各式的地雷，告诉美国说，你如果敢来的话，你就会遭受到这些地雷的引爆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了川普总统最新的说法，他抛出的条件是，中东国家如果需要美国的保护的话，需要缴交20%的区域收益给华府。但是这些波湾国家，他们不就是因为美伊战事的波及，因此被攻击的吗？他们还要缴保护费吗？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川普一边呢谈着说他要和平，另外一边又说不排除可能再开战，如果这个谈不拢的话，这是典型的极限施压的战术吗？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伊朗快速的补血当中，美军弹药吃紧的状况之下，还打得起第2回合吗？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就这个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有关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啊，已经看出来美国已经输了。美国只得到2个承诺，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那个很多人就说，荷姆斯海峡本来就开放嘛，你打了以后才关闭啦。对，现在人家伊朗说我在开放，这算美国胜利吗？第二个呢，美国现在没有提那个什么哈，就是浓缩铀摆在哪里？伊朗不是说我浓缩铀就藏在地下，我里面都搞了很多地雷，你不想进来。美国本来说那就浓缩铀交出来，然后呢送到俄罗斯，后来就说送到中国大陆去啊，把它怎么样风度给它给它减低，搞到最后现在浓缩铀就不说了。川普说，伊朗承诺说不发展核武，伊朗从来没有说要发展核武。从这场战争打到从头到尾，人家伊朗都说我没有发展核武。那美国说关键你把浓缩铀弄出来，现在浓缩铀没有了，所以美国就得了这2个药。
然后其他都是什么？全面停火，包括哪里？包括黎巴嫩你也给我停火，那不就是把以色列从餐桌上直接放到菜单上去了？对不对？以色列就关心黎巴嫩的，结果呢，现在美国帮以色列决定说，黎巴嫩停火，以色列不要打了。所以说，川普用 F 字来骂内塔尼亚胡。我跟你讲，内塔尼亚胡还有大部分以色列国民大也在用 F 字在骂川普啊。可是问题就美国就这样把以色列给卖了。第二个呢，3000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重建基金，你以为美国会出吗？美国有承诺，那都海湾国家要出的对不对？海湾国家一定会出啦。我跟你讲，3000亿美金是要给定了。然后这个阿联酋马上解冻封锁的这个伊朗的资金啊，然后其他原来以前说什么伊朗要放弃导弹能力啊，伊朗的这个军火啊什么这些工业要开放啊什么一大堆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川普昨天还在讲说我们这个条约可能不公开，那不晓得了不管怎么样，从目前得到的讯息都认为美国怎么样，这场战争战场上没打赢，谈判桌上也没打赢，两者皆输，所以大家就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伊朗已经出现了，这场战争是浴火凤凰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新伊朗，另外还有一个新中东，中东也没有了，川普还说要收%区域费，这些国家不把你美国赶出去，就已经很偷笑了。对，所以现在这个新的中东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观察局面。不过川普反正求仁得仁嘛，对不对？最后呢，朋友也得罪光了，然后呢，战争也没打赢，那只得到一点，就是他的诺言实现了。我要生日那天，我要怎么样宣布我的最高的理想是世界和平。对，这一场战事打到现在总共是4个月的时间，大家也在看说，确实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伊朗3.0正式的到来，也就是现在是这个伊朗是由革命卫队这种强硬派的革命卫队所领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确实伊朗最近的攻势也蛮大的，除了打了这个在美军的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之外，现在呢，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还打下了包括 F-35、F-15跟 F-16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军还讨得到便宜吗？那刚刚这个大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费，波湾国家要给伊朗的部分，他们真的愿意给吗？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如果说这一张 MOU 只有1页半的话那真的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就卡利巴夫来，我们的视讯，然后就从开始念1到第14项开始念，同意没问题，赶鸭子上架，赶快签了吧。为什么？我川普没有空，真的没有空。他现在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真的是美国时间，他真的没有时间再花心思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他急于达成止血，他一定要止血。这件事情对于他的政治生涯，对于美国现在的政情，以及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都必须叫你要止血了。如果你再不停下来的话，会对你自己本身的政治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必须要停了。当然，他没有得到浓缩铀的保证，也就是说，伊朗绝对不再发展，或者能够在国际能源核子能总署的监督之下完成我们希望的和平用途，这些可能都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先摆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我急于达成有限度的条件的和平跟停火。为什么？真的打不下去了。对，我们标题上面就讲打不下去了吗？真的打不下去。为什么打不下去？我今天坦白讲，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很多为什么打不下去的原因给大家了解。因为你现在如果要让美国再进行大规模的监控，其实是做不到的，舰队本身做不到，然后呢后勤也跟不上，那要花很多钱。其实据我们初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伊朗身上大概已经花了1000亿美金了，1000亿以上那算是所有最接近的近代这几次战争里面算最少的。
为什么？因为只打了4个月而已。但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那个价钱就会逐步高升。你现在要怎么样面对自己在美国国内的油价的平抑？北海布伦特原油不能在100元每桶的那个盘旋，不能再在那个地方盘旋。为什么？那就直接影响到物价。川普一定要想这件事情，说我就要期中选举了，那这件事情我有多少时间可以消化？通货膨胀它有几个时间，有多少时间可以让它平稳下来，让共和党能够到的那个时候得到一些最基本的优势，就说我川普可以拿来说话的，我可以拿来说嘴的，我可以拿来就我可以很臭屁的跟大家讲说，都是因为我川普，所以你就必须，这个不是说明天你就可以掉下来，你要至少要2、3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的缓步下来。国内的经济有一些起步，有一些改善的话，对于你的选举当然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总认为说，停火是好事，然后呢，他可以得到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基本上，国内老百姓所看到的，虽然说参众两院都认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协议啊？我们根本看不到内容啊！你就说停火就停火了，协议就达成了，可是我们根本没看到内容是什么，不能这样对国会负责的。老百姓也要看一下，对不对？你就说结束就结束了，那有一天再打起来。赫格塞斯第一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第一个他就讲说，我很怀疑啊，我很担心啊。对不对？当然，这个也是外交辞令啊。可是说句实在话，对于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而言，赫格塞斯讲的是实话。到底你的和平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伊朗跟以色列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川普你的立场又变成了什么？对不对？那个是要带美国一起再打重新再打一遍的哦。你有没有想好你要怎么做？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想好。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也把重点来看到是说，那接下来在19号几天之后的这个会签的川普说会签的这个美伊双方的 MOU， 到底是签真的还是假的呢？因为其实现在美伊双方还卡在几个重点问题上面，不管是浓缩铀的问题，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还有这个3000亿美元是不是要给伊朗的这个费用，现在全部呢可以说是美伊双方各说各话。先来看第一个议题，就是浓缩铀，美方说伊朗已经同意了永远不永和，但是伊朗说只是有限让步哦。美方说这个荷姆斯海峡接下来会免费完全的开放，伊朗说呢确实会开放，但是只有60天的我们的技术谈判期间之内，在这个之后还是会收服务费。至于刚刚我们提到3000亿美元是不是会给伊朗的这一个重建费，川普已经否认了，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还说这都是民主党自己制造的假新闻。现在看起来双方各说各话，MOU 真的签得成吗？那上志哥怎么看？首先，这次不是一个协议，正规的协议。众所皆知，所谓的 MOU 其实应该说意向书哈。意向书没有法律的约定，它只表达了一个意向，而且它的全名叫做停火谅解备忘录或意向书。还有个谅解在这里头，就又有原来这个比较大家就是态度上有一个大家我知道你的态度，你知道我的态度。其实像我过去在商业上当中，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 MOU， 有时候 MOU 是这样子，是我表达我的态度，你表达你的态度，可我们态度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签的哦。但我觉得这次之所以能够签下来，其实无论是怎么说，我认为对于整件事情，对于川普跟美国来说，最重要是美国国内的因素。是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是他的民调已经已经在30%边缘哈。你破这个30%，就民调到20%几，这还是很吓人的。除此之外，是现在前期其中选举当中的一些州哈，他们的部分的选举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部分开始很多，包括很多的原先共和党本身支持的州，都最后翻盘。我认为在这一波当中来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可以被精算、可以被推估的。再这样下去，你不要说是跟在这里头美国有多少这些意气之争当中占了川普有多少面子，跟他有多少下台阶。重要的是，你共和党执政的这个最根本，就是现在在美伊战争作为核心因素，通膨啊，其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些
都是周边的，而这个东西让人觉得是一个义气，就是一个选民当中的一个 kimochi 的，变得那么核心跟那么浓、那么重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先有一个化解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说，这次 MOU 之后，距离要签协议还有60天。那这60天，我们其实在看到第一个，我刚刚讲，除了这次是国内因素，美国国内因素，另外一个我们来仔细看，这里头有所有的东西，让大家很难忘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钱。要知道，这次特别是能够对于先前伊朗被其实制裁跟冻结的这个几百亿的钱。竟然240亿就答应给，还记不记得川普现在就是说，就是奥巴马先前给这个伊朗钱，你就解冻他的钱，然后让他才有这个，我是觉得1分钱不会给，对吧？还记得吗？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可以调整？其实我认为这里头牵涉到的一方面是这个东西的钱是大家来做一些 trading 一些交换，二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重建计划，我在这4面节目里头已经想说，早先在打的1个礼拜就2月底3月初打，才刚打，其实周边就有很多人已经在看所有波湾国家的重建计划了，油田要修跟等等的，而且大家已经在筹资金，那只是看中国跟美国的意向如何。所以因为背后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次只要稳定下来，不要说真正签和平协议，你只要这60天。把整个波湾，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跟经济跟这些资金，让它流动起来。现实的流动起来，你要再打，其实不是很容易哦。其实，在当中，你只要大家都习惯了，接下来这种油都动了，资本也都流动了，还有这么很 juicy 可口的重建计划，大家可以在波湾大分赃。我觉得这个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波湾上面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保护膜，因为大家为了利益不会轻易动手的。那要知道，这次战争核心就是美国当时在2月底的时候站队跟以色列在一起。波湾本身其实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乃至跟伊朗之间的斗争。我觉得川普想清楚了这一点，不惜骂纳坦雅胡这么长，他要从里头撤退，他要变成一个可以2方调节的第3方。我认为现在他的战略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伊朗啊，他高调宣称了，他做了21起的攻击，直指的包括了美军基地，还有 F-35的设施。美方说了，这一场美伊的互轰啊，只是一个自卫性的打击。到底现在美伊双方谁真的掌握话语权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美伊停火之后，没有想到还是爆发了最猛烈的交火。那么美军一架阿帕契被击落之后，随即就用3波的空袭做反击，这一轮升级到底是局部的报复，还是这个战争又在进入到准全面开战的状态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也会来关心，现在荷姆兹海峡成为新的导火线，阿帕契疑似遭到无人机击落之后，代表美军在低空作战的优势被破解了吗？美军在波斯湾的海上封锁能力是不是被伊朗逐步的瓦解？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这一次的交火导火线，当然就是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的一架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遭到了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击落之后，当然了，美军是立刻的来做反击了，出动了包括了海空的它的战机，发射精准导引，一共是3波对准伊朗南部多处的军事要地。在攻击完之后，中央司令部就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但他也特别强调，这个美伊谈判啊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在这个美国做了这一波的攻击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对这个美军发动了21起的报复性打击，并且他说摧毁了重要的关键目标。我们现在看到美伊双方各说各话，但是大家都说我有非常大的战果。具体战果，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细节。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方面，3波先来看到美军的方面，3波的打击，美军说呢，他打到的地方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军基地啊，还有它的防空系统，还有这个飞弹的阵地是葛西姆岛飞弹阵地，再来就是南部的军事据点跟2座重要的蓄水池。革命卫队这一波的攻击其实比美军还要更猛烈，一共是21起的攻击，涵盖范围包括了巴林、约旦、科威特等等美军的目标。
出动了无人机袭击，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总部，还有呢，包括了它发射它的固体的燃料飞弹，重挫美军驻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再来还摧毁了多处的这个关键目标，包括 F-35战机的掩体、指挥控制中心，还有2处重要军事目标，还有就是一架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也被击落。伊朗外长说了，美国若想保全性命，就立刻滚出中东，还要美军血债血还，自己在伊朗方面会血战到底。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委员来帮我们看，不是说好要和谈了吗？这一波互攻象征的意义是什么？这一轮这样子攻击对美军真的有好处吗？委员怎么看？对，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已经一再跟大家提过，就是说这一次的停战，某种程度来说，你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脆弱的不稳定的停战为什么我要把它定义成为是一个很脆弱不稳定的停战？因为在这一次交战的3方美以伊3方里头，真正希望停战的只有美国。对以色列跟伊朗来说，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最终目的之前，他们不可能会停战的。那么美国现在是想用停战这样的一个借口来打擦边球，然后想办法抽离现在中东的这样一个泥淖。可是殊不知，当以色列跟伊朗都没有打算真正要停战，彼此有彼此的战略目标都还没有达成之前，这样的一个停战随时都可以破局的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如果不彻底的摧毁伊朗现在的政权，那他过去这场仗是白打了。对伊朗来讲，他准备了30年才跟以色列和美国摊一次牌如果这一次就摸摸鼻子，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那他先前死的、先前被炸的，通通都白牺牲了。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也绝对不可能接受现阶段的停战状况那么因此你就会发现说，虽然川普每天都在喊停战，可是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停战。以色列不断的在攻击这个真主党。真主党也趁机来做出反击，然后前一段时间你才看到了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大家互轰了一轮然后呢，川普跑出来说够了你们彼此都各打了对方一轮了，现在大家停下来吧。川普言犹在耳，才说劝说以色列跟伊朗在那一波的冲突之中大家能够暂时收手。今天你就看到美国跟伊朗自己打起来了所以这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代表的是，其实对伊朗来讲他为什么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要采取这么大的攻势当然，美国可以说叫做自卫性打击。所谓自卫性打击，就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说法就你明明是攻击人家了，你的蓄水池都攻击了，这还叫什么自卫性打击了？可是呢，他就告诉你这是自卫性打击，因为自卫性打击就没有影响停战，所以还是在停战可是对伊朗来讲他没有放过美国所以他随即马上就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击了。我认为伊朗做这波最大规模的攻击，主要是几个重点就第一，他吃定美国想要停战，所以呢，我现在就算打了你，你又能如何呢？你有种就打我你又有种宣布撕毁停战，大家重新回来打嘛，反正伊朗早就准备好了。第二个，伊朗现在在部署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伊朗这一次发动的21个重点的打击，它其实在持续的削弱美军在中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基地的部署的能力所以在上一轮就是在上一轮的这个全面开打的过程当中，它精准的摧毁了这个美国在中东的15个基地里头的228个重要的据点。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伊朗在重新修复，美国也在做重新修复的动作。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伊朗现在在干嘛呢？他在为下半场先做准备了。就是呢，如果真的有下半场，我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小规模的冲突里，我持续的削弱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相关军事基地的部署。我等你真的要打下半场的时候呢，你也不见得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我。好，所以现在的酝酿零星的这些攻击，其实算是大规模的攻击了，是不是在酝酿的是下一场更大规模的一个攻击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一休。另外呢，伊朗的外长还呛说要血战到底，他的底气，一休又怎么看？首先，我们先讲到第一点呢，这是一个死循环。怎么说死循环呢？因为现在这里面所有最大的第一变因其实是以色列的 BB 纳坦雅胡。好，纳坦雅胡呢，因为他只要任何时候停战，基本上他就别干，因为他的贪腐问题，因为他这个私人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目前里面很多人其实已经对他有一点不再吃他那一套了。
所以现在大家对纳坦雅胡有点疲劳。那这个疲劳呢，其实以色列国内是伺机而动。前阵子这个停战的时候，其实抗议纳坦雅胡的风声是一波大得过一波，但是因为现在是暂时内阁就点住。好，那他怎么继续战争呢？问题就在于说，以色列要继续长途轰炸这个伊朗，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必须靠美国的加油机才有办法形成大规模轰炸，因为它这里此距以色列到德黑兰市中心要1500公里，所以它没有办法这样长时间的维运。好，那怎么办？他就去打这个伊朗最坚实的盟友，也就是在他北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但这个主要就是什叶派的阿拉伯什叶派的一个据地。那所以现在以色列继续打阿拉伯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打到利塔尼河了。利塔尼河是什么？利塔尼河以南，我们一般称黎南，以北就进入到黎巴嫩中部，那个已经进入到黎巴嫩中心区。也就是因为这样，他还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就无法忍受，因此就大规模的去发射了3、4、5波的这个导弹去攻击了这个以色列，所以这个就引发了一波的互相冲突。是，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黎巴嫩对于伊朗是不可失去的，而伊朗呢，它的回击是什么？第一打以色列，第二就打你美国。因为我打你美国，你美国才去拉住这个以色列嘛。我炸以色列也太远，所以我虽然有一些，比如说尼什飞弹啊这几种比较长程飞弹，但基本上来说，对于这个载弹量还有这个密集度的覆盖来说，它还是不够。没办法给予以色列足够的压力，而且以色列背后又是美国源源不断的攻击这个武器嘛，所以这个是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就是一级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让伊朗透过打美国来牵制，而再压迫美国再去牵制以色列。但这里面没有任何人是断点的话，那完蛋，就是不断的在那边寻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此消彼长。刚才这个大千委员有提到一个问题啊，伊朗跟美国都在做准备，做第二下半场的准备，但是下半场准备靠什么？靠工业能力。虽然大家看起来伊朗有点穷，但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的工业化是在上世纪1970年代就已经做初步的完成。伊朗拥有整个中东世界唯一全产业链，主要的8大门类它通通都有。虽然它的科技能力因为长期的制裁，可能一般来说我们预估停留在2000年或者1990年代，当然个别门类还不错，比如说飞弹能力，所以伊朗的工业能力是能够自产自销的。伊朗几乎所有的矿产，主要矿产它几乎都有，包含铀。它只有唯一就是铝土稍微少了一点，但是这影响不大嘛。主要呢，你有钢铁那个事情就解决了。它有最多的石油，它是世界上原油储备第3多的国家。那也是世界上的天然气储备第2多的国家。所以它的工业原材料它是源源不绝的。大家知道旁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像是伊拉克，很多都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工业产制品。所以此消彼长在哪里？我可以不断的工业再现造血能力，而你美国去工业化太久了。你光是要补充弹药，你看台湾现在光排队说要排这个萨德菲，要等5年啊，5年还是基础的，所以这此消彼长，我不怕再跟你冲突嘛。第3点这个川普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川普访华取得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3个 B，Beans Beef Boy，Beans 这个大豆 ，Beef 牛肉，这都是红脖子州要的，这是川普的基本盘，共和党基本盘，农业州，波音北卡州的重要产线，这个是摇摆州。要落实这些具体的成果，那就必须要赶快停战，专注回到经济发展，因为这是习川会的具体成果，要赶快带回去。所以这里面就是川普着急，那伊朗就是利用你这个着急，让你去压迫以色列，因为只有纳坦雅胡停下来，这整场中东战局才有停下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伊朗底气，既有自身工业能力，也有在这个大战略形势上的过程，还有看穿了川普现在的急眼。好，刚刚特别看到的是这个伊朗的底气3大底气。那我们再来看到伊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底气，等一下请干哥来特别帮我们看。这个地点就是在荷姆兹海峡，因为呢，我们要来特别做观察的事情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掌握，特别是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低空的一个空军的优势让美国是暴露在伊朗的它的这个包围之下。原因是因为我们来看到阿帕奇这一次，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它坠落在荷姆兹海峡。那现在根据了解，应该当时在做的事情就是进行在荷姆兹的监视封锁、拦截任务。结果后来是传出是遭到了无人机，也就是见证者无人机给击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代表说，因为呢，这个荷姆兹海峡就代表说，它已经不是美军可以自由掌控的一个战场了。这个是这个伊朗方面要特别宣示的一个
一个立场哦。那也代表说美军它在这种低空飞行或者是慢速的近海操作，已经完全暴露在伊朗的这个防空网之下。那我们也特别来看到伊朗它在低空的这些部分，到底具备哪一些它的优势？包括在这边它有霍尔达德15防空系统，还有各式的监射防空飞弹跟它的反舰飞弹网等等。干哥怎么看？好，你要看到说，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一定是被监射飞弹击落的，就是单兵武器，对不对？或者它是被比较低空的防空飞弹系统给打下来的。照理讲，这才比较符合我们的研判。可是这一次，大家可以注意看川普的讲话，以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他们的释出的一些讯息。虽然不多，但大家看到我特别带了这一架 AH-64E 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阿帕奇直升机。从上面看，它就是长弓雷达，长弓雷达可以看到多远？它可以看到40到50公里之外的目标。也就是说，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有长弓雷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阿帕奇它都是停在树梢的高度，所以说你常常会让敌军看不到。这就是它的优势。等到它已经算好你的距离的时候，它发射，它用它的光电头在这边，它的光电头在这边，它发射它的光电头，用雷射测距仪测出距离之后，然后它就会指挥这下面的地狱火飞弹进行攻击，一次带了16枚。大家看到16枚吗？这是4枚，4枚，旁边还有再8枚，总共有16枚。就代表它可以对付16个目标，在正常的状态下，它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场上面，它是对付坦克用的，所以它为什么叫坦克杀手？那像这样子的直升机，所以它常常飞到荷姆兹海峡的上空，它也是低空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把它打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事情一发生，照理讲革命卫队他一定要讲啊，我干的，我干的。我现在就马上发布消息说，你看，美帝的那个最强攻击直升机被我打下来了，可是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们进一步分析才知道说，原来它是被见证者无人机撞下来的。我为什么用撞这个字眼呢？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因为如果说是见证者知道他在哪里而去攻击他的话，那你大可公布战果。可是这次连阿帕奇的飞行员都没有受到红外线警告，没有受到红外线警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来打我的不是飞弹。于是无人机的红外线讯号跟轨迹很低，所以不是被飞弹打到的，而是被无人机给打到的。这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观念。什么意思？现在可以用无人机来打你，这件事情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发生了，所以美国没有提供太多的那个阿帕奇直升机给乌克兰。为什么？他知道没有用，碰到无人机必死的稳死无疑。但是这次在伊朗，在荷姆兹海峡上面验证了说，原来见证者可以打阿帕奇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说，这完全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可以打得到你哦。而且我跟你讲，那么小小的一架，竟然可以把这一架高达2000万美金的直升机给揍下来。然后说句实在话，革命卫队他们自己也是在盘算说，奇怪，我们到底放出几架，在什么空域，在什么情况之下打中了这架直升机，而这架直升机上面的飞行员怎么没有回避，怎么没有发现无人机？代表什么？代表无人机根本防不胜防嘛！你算不到它的距离，你算不到它的方位，跟算不到它的轨迹，所以你才会被它打中。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这2名直升机的飞行员竟然，通常来讲的话，只要被那个就是说飞弹不管任何的武器打到大概上面的飞行员都不会幸存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弹射椅。他弹不出去，他一弹射出去，一定是打到自己的螺旋桨。是，所以坦白讲，直升机飞行员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他们就这一次终于可以叠在海里面2个小时之内
被美军自己救回去，这又是另外一章。什么一章？就是说直升机飞行员他竟然可以死里逃生，而且他死里逃生是谁救他的？是无人艇救他的。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战术意义。为什么？因为无人艇来救我啊，通常都是要有人的吧，不然你怎么知道他落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的信标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它的信号的，它可以发射信标大概48小时，结果他在水里面泡了2个人一起抱在一起泡了2个钟头之后就被找到了，被找到之后由无人艇救回来。这在我们所有观察家里面的视角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因为这个 Chronic Corsair 就是克罗尼克海盗式无人艇，才7公尺那么长而已，那么小一台，竟然可以把2个人给载回来，这又改变了当地的一个战术的态势。不过无论如何，结论是说，今天如果说伊朗的无人机可以轻易的就把 AH-64给打下来的话，那伊朗还有很多秘密武器，你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美国刻意在淡化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的发展就会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就是伊朗难道要封核15年确定了吗？来换解禁？等一下就细节会来特别一次做观察。川普在这时候高喊说，美伊的协议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倒数计时，尤其呢 ，CNN 做了一个计算，川普说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喊了37次，是不是这一次又是狼来了呢？那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另外，今天会特别关心到是伊朗的这一艘潜舰哦，可以布雷，它是一个迷你的潜舰。等一下就它的战力细节也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威胁直指荷姆兹海峡。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在美伊冲突持续升高之际。我们看到了川普在9号这一天又在喊话了，他说呢，美国跟伊朗的核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而且呢，他说2到3天之内就能跟伊朗签署协议呀。他说呢，接下来签完之后，伊朗会全面的禁止拥有所有的核武，而且呢，荷姆兹海峡在我们签署完的当天就会立刻可以重新开放了。他还说呢，等到开放之后，油价就会大幅的下降。我在2周之内就会取得这一场重大的胜利。讲完之后 ，CNN 就立刻很酸了。他说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从3月份美伊开战到现在，川普啊，你至少已经说了37次，说你会即将达成协议，真的吗？这一次真的可以成真了吗？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媒也做了一个披露，说这个美伊的和谈现在是不是看起来真的有希望了呢？因为根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在谈的一项是有关于伊朗将会封核达到15年，伊朗会答应吗？我们来看到这个细节哦，包括了说会伊朗的方面停止浓缩铀、稀释浓缩铀的库存，还有拆解部分核设施，接受国际的突袭检查。来自《纽约时报》的方面又做了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他说呢，这15年被视为是一个折中方案，原因是说美国原本是提要求冻结20年，伊朗是提10年，所以中间的这个15年被视为是美伊双方各让一步的一个折中方案。另外呢，其实美伊在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于核设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拆除呢？那美方的方面说呢，已经要求说3座主要的核设施都必须要拆除，包括了纳坦兹、福尔多跟伊斯法罕。但是传出来呢，伊朗说3座当中，我只愿意拆除当中的2座。而且呢，美国很紧张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中这边我们刚刚也提到福尔多嘛，这个在这个奥巴马时期曾经生产过，在这边生产过这个类似武器级的燃料，让美方针对这个议题是特别的谨慎小心的。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的？如果伊朗，我们先做一个假设，愿意接受15年的协议，代表川普成功逼这个伊朗来做让步吗？还是德黑兰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目标，是为了先换取解除制裁吗？那川普喊的2到3天之内会签下协议 ，CNN 说你已经喊37次了，说你快成功了，真的谈得成吗？委员怎么看？对，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说，现在的停战是一个非常脆弱而且不稳定的停战，在停战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互相还是在打来打去那么，但是只要你说停战，它就是停战了。
可是有一些事情哦是混不过去的，就达成协议这件事情是混不过去的。所以呢，也许你接下来会看到为期1年2年的停战，但是这2年的过程当中，仍然持续的不断有零星的大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如果也真的要照川普的期待说要尽快的达成协议，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这一次的谈话将会被列为他第38次的狼来了的这个唬烂的一个这个论述了。而且大家仔细注意一下，这个川普在每一次放话说要达成协议、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他们都玩了另外一招，他们都会去找一个美国的媒体来配合放消息。所以呢，除了川普的谈话，你就会看到某一家美媒开始就放出讯息了，说这个协议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协议几乎已经谈好喽，然后现在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着川普要签署了。包含像这一次，你看到说这协议快谈好喽，从这个10年、20年取得折中15年，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的这个歧义，只要解决了就好了。可是，在这过去的37次加上这一次的第38次里哦，你都会发现最后伊朗就出来打脸了。那么我不要讲说前面那几次啦，你就讲第37次是上周才刚发生的。川普说什么？说这个周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那我就很好奇，那这个周末到底达成什么协议呢？这个周末，如果你还记得，思敏，这个周末就是以色列跟伊朗2个人对打了一轮，就不但没有达成协议，以色列跟伊朗2个人狂轰猛炸对打了一轮，还需要川普出来按捺双方，说大家冷静哦，大家不要再打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说第38次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轮呢，38次就要达成协议了。那如果真的会达成协议，那我们刚才在上一轮讨论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的互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都已经要达成协议了，美国有必要去做什么自卫性打击吗？伊朗要发动21次的攻击吗？所以这又是另外一次的鬼扯啊！就是事实上，美国跟伊朗要达成协议，根本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彼此的立场是完全的南辕北辙，天差地远，不可能有交集。大家看到刚才电视墙上讲的，美国这个透过西方媒体放出来的这个认知作战，说这个协议内容达成完之后呢，荷姆兹海峡随即就要开放了，这就美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了。笑死了！如果伊朗真的同意了这样的协议的话，那伊朗的那些人都白死了。那100多个烈士是莫名其妙的被杀了吗？然后伊朗的民众莫名其妙被炸了，那160几个这个女性的小学生也是莫名其妙的牺牲了。这笔血债没有血偿，然后伊朗还要往后退，伊朗怎么可能会接受这一点嘛？所以我根本上就认为，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协议的内容，你不管讲说这个浓缩铀核设施，光是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伊朗就不可能会让步的。伊朗在这件事情里，他如果让了，摸摸鼻子退回来了，真的签了一个这个莫名其妙的协议，那么伊朗就等着2年后、3年后，美国跟以色列会卷土重来啊，准备好了再一次把它歼灭掉。所以对伊朗来讲，他的看法，我认为伊朗盘算的很简单，我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跟代价，如果我没有办法一举把美国驱离出中东，如果我没有办法一举奠定我在中东这个霸主的地位，那么这场仗我不会停的啦。好，其实是现在双方在和谈上面真的是南辕北辙，双方提出来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也说了嘛，外媒提说这个可以封存15年，伊朗有可能答应，有这样子一个说法，一休又怎么解读？我认为第一个核武现在几乎是不可能谈判的，因为这个已经是变成小哈梅内伊他的一个核心了，他直接已经下了他的教令，说禁止这个武器这个用作这个浓缩核原料这部分出口。本来一度有传出说是不是透过大国啊，也有人就说可能就是北京来作为这个武器部的一个储存。当然，我认为北京是不会接这个茬了哦。那也有人说到是不是由巴基斯坦来处理。但我觉得这所有的窗口都过去了，因为只要以色列继续打真主党，都会被德黑兰视为毫无诚意。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只差别是接下来是要大打还是小打。但是美国是不愿大打的，因为现在美国任何的大打，那川普现在的支持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是25%负的，不支持60%，支持35%。所以这个对他的其中选举来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川普目前陆续已经开始初选，已经通过。初选之前，你还可以装聋作哑，因为在初选阶段的话，马卡帕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几乎在国内包含像有一个这个参议员，他是本身是当时这个白宫这个动乱的时候，他是投下反对川普那边的，
结果他被川普用初选做掉了。但问题是你总要进入到大选，当你进入到大选的时候，MAGA 的票是不足以赢得这个胜选，所以这是这整件事情的关键。现在美国呢是等于说有一点被以色列架着，但这个架着他想下去又下不去，就非常的尴尬。那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这样。伊朗知道这个概念，所以反正拖嘛，我已经拖了40年，无所谓吧。1979年开始到现在被制裁，不知道制裁了几年了，这就无所谓。所以没有伊朗有拖下去的底气，但是美国没有拖下去的办法。而且更直白的讲啊，现在你刚刚跟这个透过中美会谈，你架构了一个全新的样态，什么样态呢？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从原本的冷战对抗叙事转换到合作竞争叙事，要竞争，但是以合作这个稳定彼此，不要发生强冲突，因为一旦发生强冲突叫什么？斗则两害。美国要做霸主没办法嘛。但可是问题是，好，你说要合作，要合作竞争，那重点是你要赶快发展自己啊。你美国现在一个被俄乌战争拖着，另外一个又被伊朗拖着，而中国大陆现在呢高歌猛进，他要做什么？等一下我们还会讨论到，包括后面这个 AI 的一些问题。那你这个不就是一直在错失你自己的时机嘛？而且事实上也会因为你这样非常被动的形态，你在接下来9月份的时候，现在习近平还要过去啊，9月24号这个中秋节前夕，那再过去的时候，那再抬一次，那形势又是怎么样了？这个是整个观察的要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的问题就在这里，但他必须要下一个决心啊！如果要这件事情有个结尾，他必须狠起来对以色列。所以现在有些网友在笑称啊，那干脆美国不要再炸伊朗，美国直接去炸什么？美国直接去炸耶路撒冷，去炸特拉维夫，直接把纳坦雅胡给做掉，这事情就解决了。是这个是有可能的，这当然不可能啊。但是整体来讲，只要把美方的这边对伊朗的，就说对以色列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话，我认为以色列的后继是很困难的啦。好，我们刚刚就这个政治外交面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那我们也来看到，在这个和谈上面，刚刚我们说了嘛，不管是浓缩铀或者核武问题、核设施问题，看起来都是无解。那荷姆兹海峡问题有没有可能有解呢？尤其现在还有一个卡关的事情，就是伊朗现在持续的在荷姆兹海峡这边秀它的军事肌肉。现在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它最新的一个迷你潜舰哦。根据了解，它是叫做隐形守护者，是可以在这边偷偷的靠着这个潜舰继续的布雷的。来看到它的小档案，它叫做加迪尔级的迷你潜舰。伊朗呢，根据了解有16艘哦，每艘其实不用10个人操作，它可以搭载2枚的鱼雷跟2枚中国大陆设计的 C704反舰巡弋飞弹。那干哥怎么看它的战力？对于美军的威胁有多大？好，这就是标准的叫做不对称战力。什么叫不对称战力？通常来讲，我们说潜艇，你看我们的这个海鲲舰要下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泛指的这样子，就是一般正常的海权国家，他们要派出去的潜艇都必须要接近2000吨，这艘船只有120吨而已，然后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样，它是完全不对称的。可是这小蜜蜂太可怕了，你知道它身上带了什么吗？它竟然可以带重型鱼雷，虽然不多，它可以带2发，但是它还可以再带2枚由中国提供的 C704巡弋飞弹。那这个是从最早的 C803鹰级飞弹给这个改良而来的。这么小的一艘船，你知道这艘船有多大？你知道，它大概只有29公尺，就是我们等一下一出去看到公交车，是台湾的公车啊，就跟那个公车一样大。宽也一样大，长也一样大，这么小一艘，它其实老实讲一句，它不算，它只能够算是一种载具，它连艇都不算，因为上面坐不到10个人，再多1个人那个船不行的，跑不动了，因为它才120吨而已，它很小。可是它载了这么多武器，等一下它还载了20颗水雷，你就想到这么小的载具，它可以带这么多。好，我来把它的身世揭秘给大家。比如说伊朗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潜艇呢？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荷姆斯海峡，然后看到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不敢进来啊，但是驱逐舰敢进来，驱逐舰进来这，那我要提醒你一下，这些袖珍潜艇就是由北韩的技术提供而来的。它的战果是什么？战果是2010年韩国天安舰被炸成2半的事件，大家想起来了吗？就是这潜艇干的，就是这个潜艇干的。就是这种加迪尔型小型潜艇干的，它秘密发射了1枚鱼雷，然后
天安舰不知道被谁打到了，突然说舰长，本舰中弹了，哪里？水线以下，水线以下中弹是没有救的。弃舰，那艘船有2000吨，是当时韩国最新发展的普鼎级的护卫舰，2000吨啊，不是很大，但是老实讲一句，它对付潜艇绰绰有余。然后它大概在2个钟头之内就沉没了，沉没在黄海，它叫做天安舰。所以这件事情引起国际很大的震撼。真正的不对称战力，我用袖珍潜艇把你的正规的巡逻舰给打沉了，就是这个潜艇干的。所有的技术从北韩移植而来，所以我讲完故事之后，大家会想想看，这玩意儿可不可怕？非常可怕。而且它部署在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的深度只有最深的地方最多60公尺而已。它躺在荷姆兹海峡的海底，它可以躺着，为什么？它不用开动，它只要发现了如果有美国的精锐的这个系统，比如说飞弹驱逐舰靠近来啊，或者是航空母舰之类的，它可以发射鱼雷在那边等待你，或者它可以布下水雷。那你说美国敢进到荷姆兹海峡吗？他绝对不敢的。然后遇到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他更不敢了。所以这个战争，像委员讲的，还有的打。